这位英国灵媒被媒体封为新时代的诺查丹马斯，也有人叫他厄运先知。他曾经精准命中川普当选，英国脱欧，新冠疫情爆发，伊朗局势巨变，甚至连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的崩溃都提前讲中。而现在他把目光对准了一个更加敏感的区域——台湾海峡。他说，未来中国与台湾的关系将决定整个世界的走向。听起来是不是太夸张了？一条窄窄的海峡，宽不过130公里，怎么可能左右全球70亿人的命运？但你仔细想想，这条海峡的两端，一边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工厂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边是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心脏。台积电一家公司就掌握着全球超过 60% 的先进晶片产能。你手里的手机，你开的车，你用的电脑，甚至医院里救命的仪器，全都离不开从这座岛屿出发的晶片。所以帕克说的话也许并不夸张，台海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巨浪。那帕克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如此笃定？他的预言有多少已经应验，又有多少正在被现实一步步验证？今天我们就来彻底拆解帕克关于台海的每一条预言，从过去到现在，再到他所描绘的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未来。我们先来看看帕克这个人的预言记录到底有多惊人。2016年，当全世界的民调机构都说希拉蕊稳赢的时候，帕克在自己的频道上公开说川普会当选，没人信他。结果大选夜，全球目瞪口呆。2019年底，他在年度预言影片中描述了一场全球性的疾病爆发，说这将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几个月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口罩成了人类的新器官。2023年11月，帕克在一次节目中说，他看到香港一栋大楼在燃烧，而且背后有政治因素。2年后，香港果然发生世纪大火，引发全球关注。到了2025年底，帕克更是连续命中2个重磅事件。11月19日，他点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说此人很可能在一场暗杀或暴力政变中倒台。仅仅2天后，川普就直接打电话给马杜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他辞职离境。马杜罗拒绝之后，美国立刻把他列为外国恐怖组织成员，航母封锁加勒比海，扣押委内瑞拉油轮，整个政权一夜之间命悬一线。更离谱的是，2025年12月4日，帕克在影片中警告说，台海或中日之间将上演极其惊险的准危机，就像雷达锁定一样的战争彩排。你猜怎么出？仅仅2天后，12月6日，辽宁舰就2次以火控雷达锁定日本战机，事件震惊全球。2天，仅仅2天，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要么帕克真的有某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感知能力，要么他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猜谜高手。但不管是哪一种，当一个人接连命中这么多重磅事件的时候，你至少应该认真听听他下一步要说什么。而且不只是这些，帕克在2026年3月初的最新伊朗预言中又一次精准命中。他早在2025年就反复强调，以色列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不是全面入侵，而是极具目标性的精确行动。到了3月上旬，美以联军果然对德黑兰发动空袭，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攻击中丧生。帕克甚至连攻击的模式都说对了，他说他会迅速升级然后停下来。事实上，这正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这种连续密集的命中率已经让帕克从一个小众的 YouTube 灵媒变成了国际媒体争相报道的预言现象。英国的《每日星报》、爱尔兰星报、国际财经时报，甚至彭博社的分析师都开始引用他的预言作为另类风险指标。他的 YouTube 频道订阅数已经超过23万，所以当帕克把他的注意力对准台湾海峡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听。那么帕克对台海到底说了什么？让我们按时间线来梳理。首先，帕克对中国和台湾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12年，他就在自己的网站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他预见台湾周围的海域将发生某种事件，这个事件会成为中国发生巨变的导火索。当时没什么人在意，但10年过去，你看看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2022年佩洛西访台，解放军环台军演；2023年，解放军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已经常态化；2024年，台湾大选期间，军事压力再度升级。到了2025年底，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直接触发了2025到2026年的中日外交风波。你看，帕克10年前说的那句台湾周围海域的事件，是不是正在一步步被填满？而到了2025年年底，帕克把话说得更加具体了。他在11月19日发布的年度长篇预言影片中，和12月30日发布的补充预言中，对台海局势做出了一连串极为详细的判断。第一，他说台海之间可能会出现一个飞机或者潜水艇相撞事件，这种意外碰撞将成为引爆冲突的触发点。注意，他没有说会爆发全面战争，而是用了意外碰撞这个词。这其实非常值得玩味，因为回顾历史，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事件就险些擦枪走火，而帕克描述的场景正是许多军事分析师最担心的灰色地带冲突。当双方军舰军机在狭窄海域频繁对峙的时候，一次雷达锁定，一次危险逼近，一次通讯失误，就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而你知道吗？就在2026年3月初，台湾国防部公布了一个令所有分析师困惑的数据：过去10天里，有9天没有侦获到任何中国军机在周边活动，这是近年来持续时间最长的空白期。相比之下，去年同期有86架次，这个异常的安静反而让专家更加警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说，缺乏合理解释的安静才最令人不安。台湾国安官员则分析，北京可能企图制造威胁降温的假象，以此影响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安静有时候比喧嚣更可怕。帕克说的那个碰撞点，也许就藏在这种诡异的安静里。而且台湾方面自己也没有放松警觉。台湾国家安全局在2026年初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对台湾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在2025年比前一年增加了 6%， 对能源、紧急救援和医院领域的攻击增幅最为明显。也就是说，即便天空安静了，地下的暗战从未停止。帕克也特别警告过，未来的战争很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入侵，而是一场由人工智能主导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他说的科学恐怖主义指的就是这种看不见硝烟的新型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在2026年初表示，中国近期在台湾周边的军事演习和相关言辞不必要地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并敦促北京保持克制。美国战争部也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授予了一份近 3.3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合同。台湾一家法院甚至判处了一名破坏海底电缆的中国船长3年有期徒刑。这些看似零散的新闻拼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清晰的图画。台海两岸的对峙正在从公开的军事施压转向更加隐蔽的灰色地带角力，这恰恰就是帕克所描述的那种碰撞前的静默。第二，帕克预言日本会被卷入台海冲突。这个预言在1年前听起来可能还有点遥远，但现在你再看看，2025年底，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询时公开表示，中国对台湾使用武力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台海开打，日本自卫队可以依据集体自卫权出兵介入。这句话一出来，整个东亚地缘政治格局立刻地震。中国外交部暴怒，强烈抗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一位领事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暗示要斩断高市的头颅，日本方面视为死亡威胁。随后，中国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撤下日本文艺作品，发出旅行警告，两国关系迅速跌入冰点。帕克在2021年就已经预言，台湾将与日本形成防御同盟。现在你看，这个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日本不仅在言语上表态，更在行动上加速武装，研发远程导弹，放宽武器出口，与美国深化指挥权一体化。2026年1月的中国国防部记者会上，发言人直接点名批评日本独武扩军动作频频。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帕克还预言日本周边会发生大规模的地震或火山活动，这将与政治动荡交织在一起。他引用了诺查丹马斯的4行诗和美国预言家艾德加·凯西的旧预言，认为日本的命运与台海局势深度绑定。一旦台海爆发冲突，日本不仅在军事上难以置身事外，连自然环境都可能在同一时期遭受重创。听起来很悬，但你要知道，日本本来就位于环太平洋，
火山带上，大地震几乎是迟早的事。如果一场大地震恰好发生在台海局势紧张的时刻，那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是灾难性的。彭博经济学家曾经做过模型推演，如果美中因台海爆发冲突，全球第一年的经济损失将高达 10.6 万亿美元，超过新冠疫情和2008年金融海啸的总和。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一个岛屿的安危会影响整个地球的经济？答案就在那些肉眼看不见的小东西里，晶片。台湾的台积电是全球先进半导体制造的绝对霸主，从苹果的 iPhone 到辉达的 AI 显示卡，从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晶片到各国的军事装备，几乎所有最尖端的晶片都在台湾生产。一旦台海发生任何军事冲突，哪怕只是封锁航线而不是直接开火，全球的科技产业都会瞬间瘫痪，手机断货，汽车停产，医疗设备短缺，金融交易系统崩溃。你以为2020年的晶片荒已经够严重了吗？那跟台海冲突可能造成的断供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正因为如此，帕克说台海将决定全球走向。这句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这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全人类文明运转的核心命脉问题。第三，帕克做出了一个最大胆的预言。他说，台海冲突不会以台湾被吞并告终，相反，中国会在这场冲突中遭受重创，经济崩溃，社会动荡，政权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帕克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这个过程，他称之为冰川式崩塌。什么意思呢？冰川不是一下子就碎裂的，它先是出现裂缝，然后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直到某一天一声巨响，整个冰壁轰然塌落，不可逆转。帕克认为，中国当前的政治结构正在经历这个出现裂缝的阶段，而2026年将是裂缝加速扩大的关键转折点。他的依据是什么？首先是军队内部的清洗。帕克注意到近年来北京对军方高层的大规模整肃，他把这比作某种形式的内部政变。他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习近平究竟是在清除威胁，还是他自己正在失去控制？帕克认为，当权力结构不稳定的时候，新上任的军方将领往往急于建立功绩，在这种情况下，制造外部敌人就成了转移内部压力最直接的方式，而台湾正是这种逻辑下最危险的出口。2026年初的现实似乎在印证这一点。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委员刘振立突然遭到调查，官方媒体用极为严厉的措辞列举了7宗罪，军方高层与最高权力层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浮出水面。与此同时，2026年国防预算再增 7.5%， 达到近19100亿元人民币，但武警和维稳经费却更高，达到21000亿。维稳花的钱比国防还多，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帕克进一步预言，习近平的健康状况可能在2026年明显恶化，甚至可能需要进行重大的器官移植手术，政治衰退与身体衰退将同步展开。他早在2025年就预测，习近平可能在2027年前下台。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帕克曾经透露，孙中山的后人曾经去找他的妻子简做过通灵阅读。这个经历让帕克对中国的命运产生了特殊的感应。他说他感觉到孙中山的精神仍然在影响着中国的走向，而中国最终的命运将回归到孙中山最初设想的那条道路上，一个民主的、开放的、与世界和平共处的中国。帕克对中国的预言并不全是灾难，他反复强调，灾难之后是重生。他说，印度古老的纳迪叶教导中有一个核心观念，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更大的善。帕克认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民族，他们在历史上经历过无数次的浩劫和重生，这一次也不会例外。区别在于，这次的重生将是决定性的。中国将从一个封闭的权威体系走向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而在此之后呢，帕克描绘了一幅更加遥远但更加惊人的图景。他认为中国最终会分裂成多个政治实体，类似欧盟那样的松散联合体，边境开放，贸易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主导力量。这个过程不会在2026年完成，但征兆将在这一年清晰浮现，并一直延续到2030年。说到这里，我知道很多人会想，帕克是不是太乐观了，或者太悲观了，取决于你站在哪个角度看。但有一个事实是确定的，那就是全世界的分析师和预测市场
都在认真对待台海的风险。全球最大的预测市场 Polymarket 上，中国是否会在2026年底前入侵台湾？这个问题已经有超过1190万美元的交易量。截至目前，市场给出的概率是 10%， 这意味着567名评论者和数千名交易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件事可能发生。10%听起来不高，但你想想，如果有人告诉你，你明天出门被车撞的概率是 10%， 你还敢不敢出门？而且要注意，帕克引用的印度纳迪叶预言给出了一个更精确的时间窗口。他表示，对台湾的攻击在2026年之前不太可能发生，但风险会在2027年前后显著上升。也就是说，帕克认为现在是暴风雨前的最后平静期。帕克还提到了一个极为神秘的预言，他称之为3个半岛。他说在他的灵视中出现了3个与半岛有关的画面，一个岛屿被分成3份，另一个半岛上，一边的女王戴上了王冠，而另一边的国王穿上了囚服，还有一个则更加遥远，海峡遥遥无期。但帕克透露，这部分具体内容被有关机构归入档案，不允许公开发布。唯一被允许公布的是关于一个最大的岛屿，这个岛屿将遭遇毁灭性的自然灾害，巨型海啸、超强地震和火山喷发3种灾难依次轮番降临。很多分析帕克预言的人认为，3个半岛分别指的是朝鲜半岛、中南半岛或印度半岛以及台湾海峡，而那个海峡遥遥无期的描述，最有可能指的就是台海两岸的统一问题。帕克似乎在暗示，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台湾不会回归到对岸的控制之下，这与他明确表态的台湾不会被吞并遥相呼应。帕克还特别强调了2026年3月15日之后，世界将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他根据印度占星术推算，3月25日太阳与土星合相时将是重要的冲突触发点，届时大帝国的统治者可能会威胁甚至监禁较小国家的领导人。这种描述让人不寒而栗，因为它似乎指向的就是大国对周边小国施压的场景。而在东亚的语境下，这种场景最容易让人联想到北京对台北的态度。那么帕克的预言系统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很多人以为他就是闭着眼睛瞎猜，其实不是。帕克的预言有3个来源，第一是他自称的灵视能力，也就是他透过冥想和通灵所看到的画面和场景。第二是他的妻子简，她也是一位灵媒，夫妻俩经常一起验证彼此看到的讯息。第三，也是最有意思的是印度的纳迪叶预言系统。纳迪叶是什么？它是一套据称有5000年历史的棕榈叶文献，由古印度的圣贤们写下，记录了人类未来的重大事件。这些叶子被世代传承的解读师保管住，他们不靠这个赚钱，只是完成使命，为每一片叶子找到它的主人。帕克亲自去印度找过他的那片叶子，结果叶子上写着你母亲名叫艾塞尔，但她自称维基。帕克当场被吓到了，因为这完全正确，他母亲确实叫艾塞尔，但一辈子用的都是维基这个昵称。帕克说，纳迪叶预言与他自己长期以来的感知高度吻合。2026年并不是一切事件的终点，而是人类开始更清晰看见自身未来全貌的起点。而关于这场全球性的动荡，纳迪叶的描述比帕克更加宏观。他提到，从2025年底开始，一直到2030年左右，世界排名前5的国家将卷入一场战争。战争爆发的时间窗口在2026年10月到2027年10月之间。这场战争可能是常规战，也可能是贸易战、网络战，甚至病毒战。但有一点可以放心，毁天灭地的核战不会出现。纳迪叶用了5个暗语来形容这5个国家：掌管海洋之国、龙之国、雪域之国、点燃佛灯之国、帝国废墟的守夜人。翻译过来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欧洲。其中有一个国家受损最严重，整个政治体系会彻底瓦解，国家全面崩溃，面临重启。帕克没有点名，但结合他所有的预言来看，指向性已经非常明确了。纳迪叶还提到了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细节，除了这场几乎全世界都会卷入的实体战争之外，还会同时出现一场属灵的战争。帕克解释说，这就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善与恶之间的较量。他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的不仅是政治和经济的转型，
更是一场意识层面的巨大觉醒。旧世界的贪婪、欺骗和权力崇拜正在被新世界的透明、合作和灵性觉知所取代。台海冲突在他看来不仅是两个政权之间的角力，更是两种文明范式之间的碰撞。一种是依靠恐惧和控制来维持秩序的旧模式，另一种是建立在信任和自由之上的新模式。这话听起来很抽象，但你回头看看台湾这些年的国际处境，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种新模式。一个只有2300万人的小岛，没有联合国席位，没有大规模军事力量，却凭借科技创新和民主制度在国际舞台上站稳了脚跟。台美对等贸易协定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保护台湾法案更是用压倒性票数表达了对台湾安全的支持。驻以色列代表参加了国际女力沙龙，公开呼吁民主阵营团结抗衡威权扩张。这些小小的外交突破，每一个都在印证帕克所说的那句话，在这场全球重组中，台湾不会是输家。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到台湾本身，帕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很多人忽略了。他说，在这场风暴中，台湾不会被吞并。这个判断跟很多末日预言家完全不同。大部分悲观主义者都认为台湾会成为牺牲品，但帕克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认为台海冲突反而会成为一个催化剂，催化的不是台湾的毁灭，而是一个更古老帝国的裂变。这个观点其实跟不少西方军事智库的推演结果暗合。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2026年初发布的兵推报告就指出，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且未能成功，解放军可能只能控制金门和马祖，并付出10万人的代价和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当然立刻跳出来痛批，这份报告是奇谈怪论，但报告的结论与帕克的预言不谋而合。2026年3月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两会记者会上就台湾问题重申立场。同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更是直接警告，日本如果以任何借口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台湾问题，都将构成对中国的侵略。这种措辞的升级，恰恰说明北京对台海局势的焦虑正在加剧。而美国这边呢，2026年版的国防战略报告提出，要在第一岛链构建拒止防御体系，确保地区军力平衡。川普总统表示，他将很快决定是否向台湾出售新一批武器。美国众议院更是以395票对2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保护台湾法案。各方都在加速备战，但同时又都在强调和平。这种矛盾恰恰就是帕克所说的战争彩排，大家都在练习，都在测试对方的底线，都在计算一旦真的擦枪走火，自己能承受多大的代价。这里面最微妙的角色其实是美国。川普政府对台海的态度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战略模糊、交易思维。一方面高调通过保护台湾法案，向台湾出售武器，在第一岛链部署防御体系；另一方面又计划在4月访问中国，试图与北京达成某种交易。有分析师指出，川普对亚洲的态度更像是炮舰外交，短期制造威吓效果，长期却可能留下真空。而瑞士的媒体甚至直接指出，美国的战略模糊本身就是中国至今不敢动武的首要原因。一旦这种模糊性消失，不管是变成明确支持还是明确放弃，台海的平衡都会被打破。帕克似乎也感知到了这种微妙，他在谈到川普的时候，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预言。他说川普可能会寻求第3任期，听起来很荒谬，对吧？美国宪法第22修正案明确规定总统只能连任2届，但帕克说，如果爆发重大的全球冲突，特别是涉及台湾的冲突，正常的民主程序可能会被某种紧急状态所打断。他说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推翻现有的规则。帕克自己也承认很多人批评这个预言不可能，但他反问道，谁能想到美国总统会认真讨论购买格陵兰这种事？谁能预见委内瑞拉的独裁者会被一通电话逼到墙角？世界变化的速度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力。帕克的预言中还有一条暗线，不容忽视，那就是中俄同盟。他很早就预见到中国和俄罗斯会走到一起对抗美国。这个预言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当时他写道，俄罗斯将向东看，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
向中国提供石油和军事技术，中俄联盟将成为对美国世界霸权的严重挑战。10多年后再看这段话，简直就像历史教科书的提前剧透。俄乌战争爆发后，中俄关系确实急剧升温，双方在军事、能源、外交上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2026年1月，中俄防长还举行了视频通话，讨论进一步加强两军关系。帕克认为，中俄同盟是理解台海问题的关键背景，因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俄罗斯几乎肯定会以某种形式策应中国，哪怕只是在欧洲方向牵制北约的注意力。而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特别是对伊朗的打击，进一步分散了华府的战略资源。帕克说过，美中俄三方的对峙早已在地平线上酝酿，中国与俄罗斯将建立针对美国的军事同盟。但帕克同时也强调，俄罗斯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预言普京最终会死亡或失势，之后俄罗斯将出现一位女性领导人，而且中俄同盟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牢固。2026年3月两会期间，一名俄罗斯记者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提了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他指出，普京的许多亲密盟友不是下了地狱就是进了监狱，然后反问，在普京的社交圈中似乎只剩下中国和北朝鲜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个问题让整个记者会现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中俄之间的裂痕也许比帕克所说的冰川裂缝来得更快。而说到中俄同盟，帕克还提到了另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因素，那就是能源。他认为全球能源格局的巨变将深刻影响台海局势。帕克特别指出，荷姆兹海峡将成为未来局势的核心风险点。这条海峡控制着全球石油运输的命脉，一旦伊朗局势失控，荷姆兹海峡可能出现水雷、小型武装船只和岸基攻击。如果这条航线被切断，全球能源价格将瞬间暴涨，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受到的冲击将是致命的。你看，帕克的预言不是孤立的点，而是一张巨大的网。伊朗的革命影响荷姆兹海峡的安全，荷姆兹海峡的安全影响中国的能源供应，中国的能源危机加剧国内的经济压力，经济压力迫使北京在台海问题上做出更加冒险的决策，一环扣一环，牵一发而动全身。帕克还预见了一个连锁效应，他说古巴因为长期依赖委内瑞拉的石油补贴，一旦马杜罗政权倒台，古巴也将面临能源断裂和经济崩溃，而古巴的崩溃又将在拉丁美洲引发更大范围的政治地震。整个世界的权威体制就像一串多米诺骨牌，帕克认为第一张牌已经倒下了，那就是委内瑞拉，接下来是伊朗，而最后也是最大的那张牌，帕克认为就是中国。台海就是推倒最后那张牌的手。现在让我们来聊聊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帕克反复强调的2026清算之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在2025年12月30日的影片中用了一个非常具有冲击力的说法。他说2026年是一个引力聚合的年份，过去好几年他反复提及的各种判断都会在这一年同时开始兑现，就像宇宙中分散的星辰突然被某种巨大的引力吸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天体。帕克看到了什么？让我们把拼图一块一块拼起来。中东方向，帕克一直坚信伊朗必然发生革命，如今这已经不是预言，而是现实了。2025年年底，伊朗爆发了3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货币里亚尔1年内腰斩式贬值，通膨率高达 52%， 基本生活物资价格飞涨。抗议从德黑兰的市集罢市开始，迅速席卷全国，口号从反物价反通膨变成了打倒独裁者，甚至有人公开支持流亡王储。到了2026年3月，美以联军对伊朗发动精准打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丧生。帕克早就预言了对伊朗领导人的精确打击，现在全部应验。拉丁美洲方向，马杜罗政权在美国的全面封锁下摇摇欲坠。帕克预言古巴也会因为失去委内瑞拉的石油供应而面临崩溃，一连串独裁政权像骨牌一样倒下，帕克称之为全球政治大洗牌。欧洲方向，帕克预测北约的问题不是军事实力，而是意志力。在重大冲突中，北约和联合国都表现出同样的毛病，介入太晚，反应太弱，只有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谈维和。
帕克认为到2030年之前，旧的北约和联合国只会作为临时过渡性结构存在，更有能力的新国际组织将在大冲突之后诞生。而在所有这些板块剧烈碰撞的中心，就是台湾海峡。帕克的逻辑是这样的：中东的战火分散了美国的注意力，俄乌战争消耗了欧洲的资源，经济下行加剧了中国内部的压力。在这个时间窗口里，台海就像一个压力锅上的阀门，所有的力量都在朝它施压。问题不是阀门会不会被打开，而是什么时候打开，以什么方式打开。帕克特别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军事清洗可能比外界看到的更加严重。他反复追问，习近平清洗军队高层到底是在巩固权力还是在暴露虚弱？帕克倾向后者，他认为当一个领导人需要不断用恐惧来维持控制的时候，那恰恰说明控制正在流失。而当控制流失的时候，冒险的诱惑就会增大，对外发动军事冒险来转移内部矛盾。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剧本。阿根廷1982年入侵马岛就是最经典的案例。军政府试图用一场对外战争来挽救濒临崩溃的国内局势，结果加速了自己的灭亡。帕克认为台海可能上演类似的剧情，如果北京真的对台湾动手，结果不会是台湾被吞并，而是中国自身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国际制裁、供应链断裂、金融市场崩盘、社会动荡，最终指向政权更迭。这就是帕克所说的冰川式崩塌的完整逻辑链。但帕克不是一个纯粹的末日预言家，他在每一次描述灾难之后都会补上希望。他说2026年也是真相之年，大量的谎言将被揭穿，从国际政治到金融丑闻，从权力斗争到历史秘辛，人们将看到许多之前被隐藏的东西。他提到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预言，大规模的文件解密和资料曝光将震动全球，过去被掩盖的真相会像洪水一样涌出来。帕克还提到了一个更加超前的预言，他说地外文明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长期往返地球，各国政府因为恐惧和羞愧而隐瞒真相。他认为2026年可能也是大揭露之年。这个预言听起来最像科幻小说，但你要知道，美国国会近年来确实在持续举行不明飞行物的听证会，五角大楼也正式承认了多起无法解释的空中现象。另外，帕克还特别强调了一个与台海息息相关的威胁，那就是人工智能与网络战。他认为未来的战争不会以传统的坦克大炮开场，而是以一场大规模的网络攻击作为先手。这场攻击会瘫痪通信系统，破坏云端设备，盗取个人资料，摧毁金融基础设施。台湾国安局的报告也证实，中国对台湾基础设施的网络入侵正在逐年增加。帕克警告，人工智能的出现正在彻底改变战争的形态。以前打仗靠的是武器的数量和士兵的勇气，未来打仗靠的是演算法的速度和数据的控制。在这场看不见的战争中，台湾恰恰是最脆弱的节点之一，因为它高度依赖网络基础设施，而且与全球科技供应链深度绑定。帕克甚至用了科学恐怖主义这个词来形容未来可能出现的攻击形态。他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看到的情况，印度的纳迪叶解读师们也描述了类似的场景。古老的叶子上写着关于通信系统巨变的预言，只不过5000年前的圣贤们不知道什么是网络和云端，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描述了一种信息之河断流的意象。帕克说，所有这些混乱并非终点，而是一段过渡期。他形容2026年到2030年这段时间就像一条崎岖的山路，翻过山顶之后将是一片辽阔的平原。他看到的最终图景是惠极生明，也就是黑暗到达顶点之后，光明自然降临。他用了一段非常东方的语言来描述这个过程：日月和光天地明，阴阳和合太极生，无疆无界世界同。国家的界限将变得模糊，世界将走向大同。但在到达这个理想状态之前，人类必须经历蜕变的阵痛。有意思的是，这个观点恰好与中国传统的赤马红阳节预言不谋而合。2026年是丙午年，也就是赤马年。在中国的预言传统中，每60年一遇的赤马红阳年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动荡。60年前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0年浩劫毁人无数。再往前60年的1906年，清朝摇摇欲坠，革命暗潮汹涌。
刘伯温的预言，难过寅卯辰4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唐朝的黄檗禅师诗也提到，刚到金蛇运已终，暗示到了蛇年之后就是改朝换代之年。一个英国灵媒和中国古代预言家相隔数千年，语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不同，却指向了同一个时间点和同一个结论。这是巧合吗？还是冥冥之中确实有某种我们还无法理解的力量在运作？更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中国民间还有一个神秘的预言系统，叫赊刀人。这些人会出现在乡村市集上，把菜刀或剪刀免费赊给你，但会告诉你一个条件，等某某事情发生的时候再来收钱。过去很多赊刀人预言了粮食涨价、水灾、旱灾，甚至政局变动。而在2023年，有人在河北承德拍到一位赊刀人，他说他的刀子3年后来收钱。3年后是什么时候？2026年，有人问他，3年后你找得着人吗？赊刀人只是笑了笑，不回答。帕克、纳迪叶、赤马弘扬节、推背图、黄檗禅师诗、赊刀人，不同的文明，不同的传统，不同的时代，都把手指向了同一个方向。2026到2027，我不知道这些预言会不会全部成真，也许只有一部分会应验，也许全部都不过是巧合的叠加。但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而台湾海峡就是这个十字路口的正中心。好了，帕克的预言就讲到这里。我知道很多朋友听完之后会有2种反应，第一种是太准了吧，吓人；第二种是这不就是有选择性的事后诸葛亮吗？我觉得2种态度都有道理。帕克确实有很多预言命中了，但他也有不少预言没有应验，比如他预测的某些具体日期和事件并没有如期发生。预言这种东西天然就带有模糊性，你很难用科学的标准去验证它。但帕克有一点是值得尊重的，他每年都会公开回顾自己的预言，承认哪些对了，哪些错了。他不会删除失败的预言，也不会在事后偷偷修改措辞。这种透明度在预言界其实非常罕见，大多数预言家只会拿命中的几条出来炫耀，对失误的部分绝口不提。而且帕克自己也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他说纳迪叶的教导是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他分享这些预言的目的不是要吓唬大家，而是要鼓励人们发送正向的思想和祈祷，去减轻灾难的影响。他说不管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集体的正向意识都能改变围绕我们的事件走向。人类本质上都是光之生命，在这场全球性的考验中，灵性的团结才是最强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最后来回答一个问题，帕克对台海的预言究竟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最大的意义不在于他说的事情会不会发生，而在于他提醒了我们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所有事情都紧密相连的世界里。台湾海峡的一次雷达锁定，可能导致东京股市暴跌，可能让矽谷的晶片供应链断裂，可能让欧洲的天然气价格飙升，可能让你我手里的手机变成一块板砖。帕克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重组，旧的秩序正在崩塌，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个过渡期里，风险是巨大的，但机遇也是巨大的。帕克最后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值得分享给每一个人。他说，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困难时代的最后阶段，在此之后，一个更好的时代将会到来。惠极生民，否极泰来，这是东方哲学里最古老的智慧。有意思的是，一个英国灵媒用他的方式说出了和中国古人一模一样的结论。也许黑暗的尽头，光明真的在等着我们。当然了，在等待光明到来之前，我们最好还是做好准备。帕克特别提醒大家，记得把电脑里的重要资料做本地备份，而且一定要离线保存，因为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网络攻击中，云端设备可能会被攻破，个人资料可能被盗取。这个建议不管你信不信帕克的预言都值得照做，毕竟备份资料这件事怎么做都不亏。除了备份资料之外，帕克还给出了几条更实际的建议。第一，关注黄金。帕克预言黄金价格会在未来几年持续飙升，因为当全球金融体系面临动荡的时候，黄金永远是最后的避风港。第二，减少对单一供应链的依赖，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
都应该开始思考如何在关键物资上做到多元化储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保持内心的平静。帕克说，恐惧是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的战争和灾难，而是恐惧本身。当你陷入恐惧的时候，你就失去了判断力，失去了行动力，失去了希望。帕克在他的频道上经常做冥想引导，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透过正向的冥想和祈祷来影响周围的能量场。听起来很玄，也许吧，但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冥想确实可以降低焦虑，提高专注力，增强面对不确定性的韧性。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种韧性也许比任何物质上的准备都更加重要。最后，我想说一点自己的看法。预言这种东西，你可以信也可以不信，但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预言能力就能看清楚的，那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期。科技在飞速发展，地缘政治在剧烈重组，气候在加速变化，人工智能在重新定义什么是人类。在这样的背景下，台湾海峡不仅仅是一条地理上的水道，它是全球旧秩序与新秩序交锋的前线，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的断层带，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被真正检验的试金石。帕克看到了这一切，不管他是靠灵视、靠纳迪叶，还是靠一种敏锐的直觉和大量的资讯分析，他至少做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让全世界在台海问题上多了一份警觉。而这份警觉本身，也许就是改变未来的第一步。因为帕克自己也说了，未来不是铁板一块，它是流动的、可塑的，可以被人类的集体意识所影响。如果足够多的人选择和平而不是对抗，选择理解而不是偏见，选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那么即使是最黑暗的预言，也有可能被改写。